这房子建得有意思，下面用的砖头，上面用的木头。今天东家的精神就是把房屋四周清理平整，屋前种3棵树，屋后挖一个鱼塘。我们首先把门前的一些大都脑壳、布头先堆放到一旁不碍事的地方，然后在这旁边挖2个种树的杆，一棵种桂花树，另一棵也种桂花树。树不用我挖机来种，有专门的随车吊。在他们种树的同时，我就去屋后面给他挖鱼塘。但是现在我遇到了麻烦，下面的宽度够我挖机能过，但是上面延伸的部分不高，有点差我的驾驶室。还好我脑壳里面全是智慧，把挖机转过来退着进，要不就差点白跑一趟。来到屋后面，发现就屁大块地方，这里能够挖个什么鱼塘，我是想不明白。等我询问东家鱼塘挖哪里，挖多大，挖多深，听完之后我觉得是挖的还不如不挖，就在这边上挖一个长方形屁大块地方，深度挖个40公分，挖完之后就是这样的效果。你们说这能够养什么鱼？我是搞不懂老板的想法。鱼塘挖好了，这旁边挖条切围墙的沟，不用挖多深，挖出硬底就行。再把这里面清理平整，拍一拍，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压一压，到时候会打上水泥地坪。压不到的地方再拍一拍，后面我们就基本上搞完了。出来之后，在这旁边再挖一个种树的杆，也是种了一棵桂花树，顺便给它填点土。然后我们再从里面把需要打混凝土的地方给它清理平整，收出来多的土我们就填到后面2棵桂花树这里，到时候再在上面种点草皮，从里面一铲接着一铲收出来，收平整，来来回回扫一扫。把需要打混凝土的地方来来回回的拍一拍，用挖机压其实效果会好一点，但是场地太小了，有点施展不开，只能这样来回的拍一拍。最后这里挖入户的路非常的有意思，一开始老板只准备修2.5米宽，来一个人就说你进来的8字口转弯太小了，需要加宽一点。我加了一次又一次，从原先的2.5米差不多加到了5.5米，已经加了这么宽了，还是有人说这转弯的路口太小了，我就把这堆沙往旁边推了推，又给它加宽了一点。你以为这样宽的入户路应该是可以了，等我搞完了之后，他们又在那里比划了一下，说要还挖宽一点就好了。我也是服了，再挖就全部挖通了。堆沙的这一块地方，老板一开始的想法是准备留着种菜的，现在挖着挖着，菜地已经是越来越小了。要是这下挖了还要我挖过去点，我就干脆把这旁边全部给他挖了。看他们好像没有在指呢，应该是可以了。收一收，扫一扫，弄平整。搞完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前后的变化和老板一开始的规划。老板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的，画圈的这里是入户的路，红线框框这里是准备种菜的，谁知道这条入户的路越挖越宽，真的是还不如全部都挖了，这旁边还留它一点干嘛？干脆全部打上水泥地坪，还好看很多。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见。就很棒。这么小这么浅的鱼塘，老奶奶平时就丢点烂菜叶啥的，1年过去了，你们觉得这鱼塘里面能够有多少鱼？我大早上背着挖机从这里经过，半路遇到这位老奶奶，要我帮她把鱼塘里面的泥巴清理一下。经过我的同意之后，老奶奶马不停蹄的就提出了抽水机，准备抽水抓鱼。鱼塘比较浅，水不是很深，一会儿的功夫，鱼儿就露出了水面。
老奶奶一手拿网，一手拿筐，一网网一片，一抓一大把，动作是非常的利索，很快就搞起来了一大筐。站在岸上用手机拍摄，你们看着可能觉得鱼很小，我给你们倒在地上，你们看这些鱼大不大？怎么样，还可以吧？毕竟才养了1年。整个鱼塘里面的鱼抓完，老奶奶又从家里面提来了2个桶1个筐，才把鱼装满，差不多应该有200多斤。这么小这么浅的鱼塘，你们觉得收获怎么样？鱼抓完了，现在就该我上场了。鱼塘旁边的小橘子树，我们先挖起来，给它丢到一边，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在堤坝上面挖一个堆泥坑，挖的土往旁边堆的时候，别把它埋了。毕竟这橘子树还蛮贵的，之前的橘子树全部转到一旁，现在我们就开始在堤坝上挖一个堆泥坑，就是在堤坝中间挖条槽。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防止我们清理泥巴堆放的时候不至于流得到处都是。以我多年挖鱼塘的经验，这个槽装下鱼塘里面的泥巴那是绰绰有余。鱼塘不是很大，一个挖机刚刚能够装得下。挖机开到鱼塘里面，这四周的泥巴都能够轻松的挖得到。垮掉的坡我们给它削一削，经过我的手，那必须要给它整漂亮。鱼塘不是很大，泥巴清起来非常的快，半个多小时的功夫，这泥巴基本上就清理得七七八八。泥巴清理完，我们再把整个坡给它通通的拍一遍，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一定要给它拍紧实。塘底也给它扫一扫，搞光滑。这泥巴看着就非常的肥沃，到时候种点洋芋、土豆、马铃薯，那不得了。OK，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上来的地方收一收，拍一拍，最后我们看一下前后对比的效果。老奶奶一开始的鱼塘就这么点深，挖完之后，你们看这深了有多少？明年养鱼那不得直接起飞。今天给老奶奶挖鱼塘，我们就搞完了，搞完收工，我们下期见。就很棒。